东西它真的很难烤，但如果它烤好了，那肯定会是神仙的味道。重庆的烧烤真的很牛。今天来重庆玩，我问了我重庆的亲戚，吃了火锅还可以吃什么？然后我姐跟我姐的前男友都说这家店好吃，他俩真的很难意见一致，去试试看吧。非常的迷茫，但就是很想吃烧烤。就来重庆第一顿还是先吃烧烤吧。这一次故意叫了一个专车，上一次那个师傅太恐怖了，那个师傅给我介绍了很多好吃的店，但是今天就想吃烧烤，就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，直接点招牌菜。我觉得他家的烧烤和兰州烤肉很像，就是都不会提鲜码料，用新鲜的肉边烤边上料。先来20串猪板筋，科普一下，猪板筋是猪的背脊上面的筋，是猪的身上最好吃最贵的一个部位。烤的时候我悄悄说了一句多加点辣，这个也成为了我今天最后悔的一句话。不是重庆人是不是感觉多加一点辣这句话有一点挑衅的意味？师傅是先烤，然后上了料再烤，然后再上料，这个辣椒量是怎么回事？我说老板你可以加一点辣，我没让他加这么多辣。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嚼起来的第一瞬间其实有点像猪耳，接近牛筋，但是比牛筋更脆，也更容易嚼烂，又脆又韧。我现在这个嘴巴的色号就是重庆色。然后是烤鳝鱼，烧烤鳝鱼真的是鲜品，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家的鳝鱼跟腰花，而且这么大一串，吃起来没有土腥味，肉很紧实，比鳗鱼还要嫩一点。不愧是重庆的烧烤，味儿给的真的很足。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腰花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烧烤用这么厚的腰花烤。他们家虽然腰花8块钱一串，但它真的很大一片，一般都是用那种很薄的，对吧？其实那样吃起来很不得劲儿，这种厚切着吃起来才会有腰花的实感。拿菜的时候就看得出来，又厚又肥的一片，改刀很细，很入味，吃到嘴里真的是很嫩的口感，上面撒满了洋葱碎也很加分。喜欢吃内脏的人绝对特别喜欢这个。虽然我个人经常吃，他家不是那种滑嫩的感觉，吃起来会稍稍比较粉，干的香味真的很浓，就是喜欢这种焦焦的藕片。它就是辣的我头顶直冒汗。它这个五花肉烤的还很油润，这个嚼烂之后爆出了油脂，只有你的舌头能明白。好肥好喜欢，肥瘦相间的牛肉串，这个也是我烧烤的必备。我发现他家会让你上瘾，不行，我还是想吃那个腰花。他这个腰花真的很带劲，吃辣真的可以分泌多巴胺。以后如果谁想谈恋爱了，就带他来吃辣，治好了。炒饭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，金黄金黄的，特别配鳝鱼。但是我建议别让老板加辣。再强调一遍，不要让老板加辣，就是它标准的辣味是最好的。太辣的话，嘴巴会忽视别的香味。自制一份鳝鱼腰花盖饭，我其实觉得这个可以单独拿去卖，48块钱，特别的满足。碰到了一群巨热情的重庆粉丝，悄悄帮他们买的单，希望他们吃得开心。最近去了很多城市，切真的感受到了，当你品尝这座城市的美食的时候，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夜色降临，和3、5好友在这吃个烧烤，好巴适笑嘛！阿杰推荐指数9分，好吃，很辣，卡面。我操！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是我来日本之后去过最贵的烧鸟店。我这个特别的多，我感觉那个蛋液快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了。烧鸟这种平民美食都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凭什么呀？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它非常的装。今天我们就抱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一下以行2行，他们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无菌鸡的烧鸟店。他说的我不信，无菌蛋我倒是听说过，无菌鸡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他现在门口站了10个人不让进。一个魔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店里这个昏暗的灯光，感觉非常适合进行什么秘密交易。第一个小菜，我叫它无语，然后是一碗只有1个的经典时尚鸡肉小抄手，它里面是那种淡淡的奶香鸡肉汤。第一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小板鸡，就是那个非常装无菌鸡，还是刺身。鸡肉刺身真的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了。它这个鸡肉吃在嘴里会觉得特别清新，有一种网状的质感，食感是又厚又滑又嫩那种纯生的鸡肉味。下个菜叫鸡元宝，我自己取的，生鸡肉末加提灯，再配上一颗小嫩葱。你可以直接用海苔把它卷着吃，但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戳破，但是没什么意义，就是爱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串，非常的好看，像是米其林级别的烧鸟啊，但他们家就是啊，呵呵，他们家串的设计都很高级，一坨鸡胸肉加1个大葱，咬下去的第一感觉是这个皮特别的薄，但是当你咬破那层烧烤味的乐事薯片之后，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温柔肥美的鸡腿肉会轻轻的裹住你的牙齿，再从里面喷出炭火的香气。这家店好像还可以。碗鸡蛋羹，它里面还塞了一块低温调理的鸡肝，就它里面那个芝士还是黄油的味道特别浓。它不像鸡蛋羹的，它像那种黄油慕斯。今天的活到150是一个爱你的形状，非常的爱不起。接着是半熟鸡胸肉，他们家把鸡胸肉烤出了吐司面包的感觉，半熟，其实拼的就是一个滑嫩的程度，我感觉它就是嚼起来一点不费牙齿。这个菜其实还挺高级的，鸡肝吐司，它是把鸡肝磨成酱之后做成糕，吃起来就是又咸又香的鸡肝面包，然后是一个烤土豆啊。大酱说这个土豆培育了15个月啊，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是可以成立的吗？甜的呀。接下来这个菜好像我们四川的烤豆腐皮一样，但它用的是蓝纹芝士和蜂蜜，确实有点难闻，就是烤豆腐皮界里面的榴莲，然后是一串烤鹌鹑蛋，里面的流心是温热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，什么鹌鹑的蛋会这么大？然后是一道鸡腿肉拌萝卜泥的菜，它这块肉中间吃起来像果冻，外面那一层吃起来像鱼肉，它加那种调味过的芥末，又麻又爽。这个是真好吃，好高级的味道。下一盘菜有点奇怪，它是鸡的脊椎后面的肉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炙子烤肉，那个肉像刮的浆一样的嫩。它是一坨很复杂的肉，逮不出味道巨浓。下面的这个菜大家肯定都比我熟悉，一个提灯上面4盏灯。以前我们咬破一个提灯爆珠4件，现在我们一次咬破4个提灯，那个蛋液会从哪儿喷出来呢？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吃完之后没有等待的
着时间，直接上了一个手榴弹，大家把它捏得很紧，这样也锁死了里面的油水。然后是鸡皮，最外圈烤得特别的干，但是里面的胶原蛋白还是保留得很完美，越嚼越有油的味道，鸡油口香糖。然后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鸡心，里面那个油水顺着我的大拇指流到了我的袖子里面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串是我们的血干，我一般会叫它肉棉花或者荤棉花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姜质真的很柔软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蚕豆饭和一碗鸡汤酱油拉面，怎么主食还有2份？甜品就是小块黄油冰淇淋，这家店吃下来特别的满足。它不像传统的烧鸟店，它像烧鸟怀石，不管是香气、火候还是鸡的质感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寿喜烧又叫厨烧，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美食之一，来了日本之后应该怎么选店？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，盲选这一家就对了。它也是目前日本寿喜烧界的天花板。我就很想知道，开了138年的店，为什么还能开？今天的东京下起了小雨，就像输了竞技赛的我，早上起来好好刷牙。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金办这家店不仅特别老，而且日式服务做得巨好，这可能也是它贵的原因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30度。整个过程会有很多姐姐服侍你，所以第一次来也不用紧张。我们预定的是他们家最好的极上和牛，一盘肉32000元，3万2，就这么多，以及一堆摆盘很好看的小菜。第一盘叫做小西物，主要是一些凉菜，这个炭烤血子很好吃，又上了一小盘刺身，老3样，鲷鱼、金枪鱼和章鱼，生鱼片也是传统日料里的一个必要环节。吃完这些，阿姨就会开始准备寿喜烧了。关东的寿喜烧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热锅里面倒入寿喜烧料，关西的话还会在盘子里面刷一层糖。现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汤汁的甜味，它那个肉展开有这么长，你会看着这个肉慢慢冒泡鼓起来，然后从粉色慢慢变成棕色，等到肉只剩一点粉色的时候，就会放到蛋液里给你端过来。第一盘原汁原味，只有鸡蛋跟牛肉，我已经吞了无数次口水了。因为它那个肉的雪花，所以这个肉吸起来特别顺滑，再裹满鸡蛋液，你就算没有牙也可以吃得很开心。继续吃饭，第二片肉按照惯例会加一些蔬菜和最重要的魔芋丝，它就像蚂蚁上树里面的粉条。这一筷子挂满了料汁和油水，你甚至可以再卷一点葱或者牛肉。吞下去之前再送口饭进嘴，直接暴击。米饭跟肉一起嚼才香嘛。第三片肉就会在锅里下一些清新的蔬菜，像是茼蒿和萝卜。谁煮火锅不加茼蒿啊？阿姨又帮我们盛好了新的一碗，但这次我们先尝一下豆腐。这种豆腐一般是烤过的，也是特别能吸水。豆腐好嫩。豆腐背后因为切了2刀，所以特别入味儿。然后是茼蒿。在吃完所有的肉之后，还会有一个寿喜锅盖饭。感觉吃起来很快，也很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味儿太撑了。回家之后也不要忘了刷牙哦。今天终于领会到了北海道海鲜的魅力。都说北海道的海鲜在全球都很出名，但是为什么呢？真正在这儿吃了之后才知道，师傅的技艺和食材的好坏原来这么重要。这也是2023年的第一家满分店铺，非常开心。那就一起出发去北海道吧。我们坐的是新干线，走日本的海底隧道过去，坐了6个小时，打了11把排位，赢了1把啊！到了已经晚上10点，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常有精神。哇，北海道居然一点都不冷。打车直接去店里，门口长这样式儿，感觉随时会有雪女出现。那希望是 SP 雪女。怎么废话讲那么多？そうですね。予約した6です。12時半で。はい。啊，这是今天的大酱，还有点帅。店里安静的恐怖。不能说话，点的是他家的我妈开塞 cos。第一个菜，海苔拌的金枪鱼肉末，下面是海贝酱油或者子姜末和葱一块吃，黏糊但是鲜甜。我们还有山药。接着是日本队的代表果冻生白子，它其实看起来像老花儿，但是吃起来更像鸡肾。它这一口下去，满满的流动的蛋白质，胆固醇式的奶香，让人不禁觉得这不比生蚝更补，好像只有新鲜的白子才会有那个奶味儿。接着是老朋友刺身小拼盘，所以回到北海道的海鲜为什么那么好吃？查了一下很简单，因为北海道是一个被3大海洋围绕的地区，所以这里的海水特别冷，因此鱼的脂肪就比较高，那么肥鱼就很香，跟和牛卖的贵是一个道理。先来一块刺身，对于口感的最高评价，粉加多了的龟苓膏，白鲷一般是蘸咖喱盐，需要激发一下它的鲜味儿。粉鲷就裹着紫苏花吃就可以了，它这个肉居然是脆的，有点像凉拌鱼皮那个口感。接着是活章鱼拌鱼干，拌着姜末和洋葱一块吃，你就当是在吸四川凉粉。然后是芝士海螺肉，它里面装的全是奶奶的螺肉汤，是那种油香油香的汤底。接着是海鲜蒸蛋，怎么还没上寿司啊？不过你不要看这一碗很小，里面塞了虾仁、鲍鱼、蟹腿、鱼子和干贝，就像是一碗海鲜版的佛跳墙。但是小心烫嘴，再来一块鲷鱼西京烧，说白一点就是甜口的烤鱼，筷子轻轻一夹就碎开，像极了爱情。接下来这个好像还挺厉害，蟹腿芝士泥混合物，可以看到满满的蟹腿鲜味，是种很温柔的蟹肉味。吃完这个亲一下口，终于到寿司了，我真的好饿。第一块甜鲷，好漂亮的淡粉色，用肉身蘸一点咖喱盐，米饭和盐都是用来激发鲷鱼本身的味道，直接香到脱粒。一般在这种店，到了寿司环节，上菜都会变得很快，上一块刚吞下去，第二块就来了，金枪鱼背身，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为了锁住酱油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丁点，甚至看不到。
这个是北海道特产的甜虾，纯生，为了还原最好吃的甜味儿，中间是一溜芥末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是一种黏糯的鲜甜，然后是鱼子军舰，我其实有点吃不来。QQ 爆珠，下一个贝柱寿司，拿着像坨胶泥，它这个肉真的很厚，嚼开之后那股甜味就会扩散出来。竹夹鱼寿司又叫阿基寿司，改刀改得很漂亮，上面是姜末和小嫩葱，还刷了一点臭橙醋，上了一碗味增汤，喝一口继续。粉色的这个是湿鱼，它的油脂很丰富，入口就是软糯回甘，我建议什么都不蘸。最后一块一般是最高级的黄金海胆，看这个成色就知道，成块的海胆没有塌掉，没有化开，都不舍得吞。一般吃寿司的最后会有个厚蛋烧和一个撑饱的寿司，这两个下肚，你就会获得至高的满足感。最后的甜点是芥末冰淇淋，就是冲鼻辣辣的口感。这家店总体来说都特别的好，而且这个价格也是他拿满分的一个原因，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来吃。阿杰推荐指数10分，卡玩意儿。